如果说游戏有寿命，我想说是的。可是，一款整整了6年，最后呈现于广大 PC 玩家，并且仍然爆火的游戏，真的很令人着迷。大家好，我是蒙贝尔，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整个2022年我最期待的一款游戏 Raft， 又名木筏求生。这款求生类游戏可追溯于2016年，那时候的 Raft 是由3个瑞典大学生制作的，也就是 Andrew Bentison、Alan Malek、Smee Play， 而 Raft 则是3人小组的一个游戏设计项目。游戏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完成设计一款游戏并投放到市场的课程项目。有了解过这游戏的人都知道了，最初是被上传到了 HIO 网站，供玩家免费下载。熟知 HIO 的玩家会知道，在这个网站上，如果你是游戏者，就可以随意免费下载各类游戏。然而 Raft 最初其实是被放在了谷歌网盘上，供所有人免费下载，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模样只不过是海上捡垃圾模拟器，有点类似于 3D 版的黄金矿工。玩家只能在木筏上漂曳，并且拾取海上漂浮的垃圾。但令3人想不到的是，游戏不仅受到热烈欢迎，并且在玩家的反馈下，随后添加了饥饿和口渴、烤鱼、烧水、建房子等生存需求。而同年的12月，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制作组终于将游戏发布于 IO 网站之后，在仅仅1周之内 ，Raft 就成为了 HIO 最受欢迎的一款游戏，单周内达到了超过10万的下载量，这令人无比振奋。3个人从来没想过会受到如此好评。也就是这时，这部充满着开放气息的独立生存游戏被国外很多主播试玩，甚至包括一部分知名主播。可以说，如今 Raft 的爆火和这些主播有着很大一部分联系，这让制作组看到了游戏的巨大潜力，于是3人开始开发更吸引玩家的玩法。也就是在这之后，玩家终于可以击杀鲨鱼了。又经过短短的几个月，3人小组最终成立甜菜根工作室，随后扩大团队，并且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助他们发行游戏的开发商 Xlot Games。最终在2018年的5月成功登陆于 Steam 平台，在上架1年里创造了近100万销量的功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团队并不懈怠，尽管对于3个大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次年9月，他们决定往游戏里添加剧情线，也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月活量直翻4倍。游戏组尝到了甜头，在接下来的2年里，团队推出岛屿和各类求生工具，增加游戏的可玩性。直到2020年10月，游戏开启第2篇章时，可以说做到了历史巅峰。添加了满是绳索和可以买东西的海上都市，这一下直接让在线玩家突破4万。最后，也就是今年的6月，广大玩家终于见到了 Raft 的正式版，也可以说这有史以来最大的更新，在线玩家和月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甜菜根，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名字，其团队正如名字一样，在 Raft 漫长的6年成长历程里，一直以倾听者的角度为大家制作优秀的游戏。我觉得甜菜根工作室就像是游戏里海上的小木筏，从一开始漂浮不定，接着掌握航向，到最后成为稳固的小船。他们真的很擅长听取玩家意见，在持续完善并且创新的那几年里，甜菜根从来没有拉垮，以至于作为一款小型独立生存游戏，一直受到大家的热捧。同样是生存游戏，森林正式更新的 1.0 版本使得传统生存游戏重回玩家视野，又或者是作为求生游戏巨头的方舟。大部分生存游戏的共同点在于以开放世界的形式，让玩家自己去寻找生存资源，然后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纵观这类游戏，从来就没有一款游戏是让玩家等着资源来找你。恰恰就在这时， Raft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生存游戏的设定。一个铁钩，一块木筏，在浩瀚海洋里显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海洋就是铁笼，而木筏就是枷锁。你不知道你会飘向哪里，直到鲨鱼咬碎了木筏的第1块木板，你会发现
原来这游戏并不是捡垃圾那么简单。游戏的特别之处在于，制作组将生存和建造平衡得很好。你可以选择冒险，探索海洋上永宝的秘密，也可以佛系，老老实实待在小船上钓鱼种菜，永远不会让人感觉到疲倦的是，海上的资源是无限的，可收集起来却很难。你并不知道你会突然需要用到什么工具，也不知道为了建造曾多少次跳到海里，冒着被鲨鱼咬的风险去捡木桶。推举一把钩子，你的木筏究竟能变成游轮还是小破船，全看自己的造化。我相信绝大部分玩家在初次看到一些岛屿时，真的会抑制不住发出感叹：我操，那是什么啊？就算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我觉得也不过如此。而且必须要表扬的是，整个游戏的画面虽说算不上精良细致，但是靠近岛屿的画面绝对算得上是制作组最用心良苦的地方。从依稀看到岛屿的轮廓，然后慢慢靠近，试图揭开笼罩着岛屿的迷雾，到最后整个一览无余的画面。大部分玩家初期到达看似生机盎然的热带岛屿后，会发现每个岛屿都有不同的植物和动物，可能是不会拐弯的野猪，也可能是抱着石头砸你的秃鹰。我很难形容初次看到的除了会咬我的鲨鱼和会偷菜的海鸥之外的那种狂喜，更让我更加坚信这款游戏无疑是优秀的。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更加精彩的桥段等着玩家自己去冒险，这仅仅是我在试玩了10个小时之后的体验。相信认真看完的小伙伴已经对 Raft 有了一部分的了解，因为本作是有着剧情线的一款生存类游戏，这里也不宜多说。我希望屏幕前的你们能和小伙伴们亲自体验，游戏最多可8人联机，叫上你的大冤种朋友们一起去探索海洋，去捡那些不被定义的垃圾吧。好的，这里是 Moonbear，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真心的希望本熊做的视频能帮到大家。